蒙古国最近上演的这出农夫与蛇的荒唐戏码，不仅是砸碎了邻里的情分，更是一锤子敲碎了中俄西伯利亚2号万亿级大管道过境蒙古的最后一点底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必须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那就在8月14号，位于蒙古国苏赫巴图尔省的一处作业营地，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事件。一家在当地耕耘多年的中资企业丰森能源正在开展石油勘探作业，突然一大群来势汹汹的蒙古不法分子呼啦按下强行闯进了营地。这群人手里面举着所谓的反对石油勘探的荒谬牌子冲进营地之后就像发了疯一样不仅大肆破坏企业昂贵的专业勘探设备，打砸办公设施，甚至还围攻辱骂在岗位上正常履职的中国员工。更夸张的是这群网红把这场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当成了自己的流量密码，他们竟然全程举着手机开启了直播，把画面实时传到了外网，刻意在蒙古国内煽动仇恨情绪。事件发生后呢，中国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曹丽在第一时间约见了蒙古工矿部的国务秘书，提出了最严正的交涉，要求蒙方必须从快严惩肇事者。那虽然蒙方随后呢拘留了滋事人员，官方也是公开了道歉，承认这是损害蒙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犯罪。但是各位，这件事给中蒙经贸合作留下的巨大伤痕根本就不是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能抹平的。最耐人寻味的是蒙古矿产资源部长在8月16号深夜发的那段公开表态这位部长彻底破防了，他在脸书上直接发文，把怒火对准了自己的国民。当我们国家一遇到燃油危机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只会伸手向别人乞求？面对短缺和物价暴涨，过去的官员从未出台政策，如今却要民众为懒政买单。你们一边嚷嚷着要求快去找油来，一边却听任社会各界去围攻那些跑来帮咱们找油的矿产领域投资者。如果大家都不肯共同努力，我们这个国家将永远走不出这种恶性循环。他说这么多其实大白话就是油是你们天天喊着要加的，跑来帮咱们找油的中国师傅又被你们提着棍子给打跑了。现在全球的加油站没油了，你们又跑去骂政府，这笔烂账到底算谁的？这位部长哪儿在替中企喊冤他分明是看着自己国家那些又菜又爱玩的民粹网红和懒政官僚，气得眼珠子都快冒烟了。那要理解蒙古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荒诞戏码，咱们必须把当下的地缘能源大牌拉出来看看。大家敢不敢相信，一个国土面积全球第19大，地下采着 3.33 亿吨探明石油储量的国家，居然是一个一滴成品油都炼不出来的能源乞丐。那蒙古国的总人口大约是359万，仅相当于我国一座普通地级市。整个国家连一座像样的现代炼油厂都没有他们全国消耗的成品油超过 95% 完全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这种极其单一的供给结构让蒙古的经济命脉完全被绑在了俄罗斯的战车上。结果到了今年这套玩了多年的循环彻底轰然坍塌了。今年以来，地缘冲突持续升级，乌克兰把俄罗斯的炼油厂当成了日常的打卡作业本。那截至到今年的8月俄罗斯本土已经有15座主力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停产，全国炼油产能直接掉了 40% 以上。俄罗斯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一个堂堂的炼油大国，逼得反过来要从白俄罗斯买汽油。这老俄本土都缺油，那对蒙古的优惠供油份额自然就被砍得一干二净莫斯科直接砸下了成品油的出口禁令，蒙古瞬间遭遇到了断崖式的断奶。这一下蒙古彻底瘫痪了。从8月初开始，蒙古国内最常用的92号汽油库存急剧缩水，全国库存按消耗速度算最多只能撑15到17天。那到了8月4号，蒙古政府实在是扛不住了，宣布全国所有加油站实行按车牌单双号限量配给限购，每辆车每次排队几个小时，最多呢只允许加5万图格里克的汽油，连17升都加不到。加油站前排起了几公里的长龙，通胀率冲到了 12% 以上。这物价飙升，民众是怨声载道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地缘怪胎。明明坐在金山油桶上，却非要端着破碗跪在地上等别人喂饭吃。
蒙古原油产出来自己炼不了，只能卖给中国，卖了钱再拿去从俄罗斯高价买汽油回来烧。这套逻辑平时顺畅的时候呢还能混混日子，可是一旦俄罗斯断供了，蒙古立马就掉进了无油可用的无底深渊。那就在蒙古陷入断油危机的最关键时刻，是谁挺身而出给他们接命的？是中国呀！今年的8月初，蒙古总理乌齐尔勒坐不住了，紧急会见了中方代表，近乎哀求的希望中国能伸出援手。咱们就秉持着邻里友好的原则，在8月份的第一时间挤出了产能，紧急向蒙古输送了6000吨汽油，精准的帮蒙古稳住了最基本的民生大盘，把他们从瘫痪的边缘死死拉了回来。这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毕竟中方企业也要赚钱的，但这也绝对是雪中送炭啊！蒙古总理在公开场合对中国那是再三感谢，好话说尽。看到中国的炼化产能这么强，保供这么稳，蒙古政府随即就主动提出了一连串极其密集的合作诉求。第一呢，他们就是希望中方把每个月的供油量直接翻倍，从6000吨一下子提升到1.2万到1.5万吨，帮他们彻底接管俄罗斯留下的缺口。还有第二他们提出代加工的方案，把自己产的原油运到中国，让中国的炼油厂加工成成品油，再低价返销给蒙古。还有第三，也是最让人无语的一条，他们居然在公开谈判里挑剔说，中国给的汽油价格比国际市场平均水平高了那么一点点，希望中国给个友情折扣价，大方一点。哎呦喂，大家听听这是什么逻辑啊？在你家断油连车都开不起的时候，中国不顾自身物流的成本紧急调度，救了你的命啊！你手里的命才刚刚保住，一转头就开始嫌弃救命粮买贵了，嫌弃给的折扣不够多。中企代表当时的反应非常克制生意归生意，救急是情分，长期兜底必须按照市场规矩来。而且蒙方过去还扣着中企塔木查格油田4360亿图格里克的历史稽查罚的纠纷，一边扣着中企的钱，一边要中国给友情价，哪有这种便宜事啊？那就在这种8月初总理求供油，8月14号网红打砸中企营地，8月16号部长发文怒骂国民的荒诞大戏里，蒙古把什么叫既要又要还要还不给好脸的心态演绎的淋漓尽致。那看到这儿，可能有人就不理解蒙古94%的出口流向中国，97%的矿产品全靠中国买单，中国可是他们名副其实的衣食父母呀，他们为啥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中企下黑手呢？因为在蒙古国内玩的又是其他小国的那一套，把中企当成靶子，早就成了一部分政客转移内部矛盾的万能灵药。只要这个国内通胀啦，官员贪腐啦，没油价啦，这群政客和网红就会跳出来高喊，都怪中国拿走了咱们的资源，都怪中资企业污染咱们的草原。这个剧本是不是听着相当熟悉啊？这种把爱国变害国，把排华当流量的操作，在蒙古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22年，有人炒作煤炭道歉案，冲击政府煽动反华。2026年的6月有人强行堵塞铜矿的运输公路，在乌兰巴托的大街上，甚至有极端组织在墙上涂鸦中国人滚出去。中餐馆连汉字招牌都不敢挂他们一边拿着中国买矿给的结款发工资，一边端着中国紧急送去的汽油开着车，然后再提着棍子冲进中资营地打砸。中资企业塔木查格项目在蒙古耕耘了近20年光是给蒙古国家财政贡献的税收和预算就超过了11.6亿美元，帮他们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就业。然而呢，这些实打实的贡献被几个网红的几句煽动性的谎言就能抹杀得干干净净蒙古政府管理层的懦弱与软弱更是纵容了这群恶霸。过去每一次发生冲突抓几个滋事分子关个48个小时出来后接着当爱国英雄，这种毫无成本的违法直接毁掉了蒙古本就脆弱不堪的营商环境。各位，如果咱把这个视线从这次打砸事件放宽到整个东亚地缘战略上，你就会发现这场打砸事件给中俄之间筹划已久的重大能源战略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敲响了一记最沉重最及时的警钟。大家知道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是中俄之间规划的1000亿级输气大动脉那每年规划输送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在最初的线路规划里啊，为了照顾蒙古这个夹在中俄中间的邻居啊，曾经有一个方案是让这个管道从俄罗斯穿过蒙古，再进入中国。蒙古呢，只需要躺着收过境费，1年就能白捡几亿美元。然而呢，这些年来，蒙古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简直让人大跌眼镜。他们一会儿高调宣布全力支持，一会儿呢又在西方势力的挑拨下宣布搁置项目。在天然气定价、过境税率、安全保障等核心条款上反复横跳，漫天要价。今天呢，从打砸中资石油营地这件事上，咱们是彻底看清了蒙古的真面目。连一个几十人、几台设备的石油勘探营地，蒙古官方都无法提供最基本的法治保护，任由几个网络小丑冲进去闹事。那如果未来真把涉及中俄两国能源命脉、长达上千公里的西伯利亚2号主干管道铺设在蒙古境内，那个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啊！一旦未来的国际局势有变，或者西方势力给蒙古的某些政治势力塞点钱，他们随时可能拿着管线当筹码，威逼中俄让步，或者纵容国内的极端分子去破坏管道、关阀门，索要巨额的保护费。一个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治底线、国内极端情绪泛滥、政府管不住民众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承载大国核心能源通道的重任。那与其承担巨大的安全风险去赌蒙古的良心，倒不如直接将西伯利亚2号改为直通方案。那虽然前期建设工程量大一点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咱们自己和可靠的伙伴手里，不把自己的命脉压在一个不稳定、不可靠的郭靖方身上，这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战略倾向。达姆丁尼亚木部长说的那句话很对啊，如果大家都不肯共同努力，永远也走不出这个恶性循环。但是这个死局呢，根本就不是中国造成的，完全是蒙古某些极端势力和懒政官僚自己一手造成的。你们一边求着中国供油救命，一边砸着中国来帮你找油的企业，砸碎了中资营地，砸不倒中国庞大的炼化产能，但是砸碎了法治与契约，最终买单的只有那些在暴风雪里加不上油的蒙古普通老百姓。各位，对于蒙古国这次骚操作以及西伯利亚2号管道到底该不该绕开蒙古，你们有什么硬核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